我勒个去，什么情况？我不是被尸桃淹了吗？啊！走，老娘断后！村长，这恶女偷了我家的鸡，照规矩得抻糖。她男人是个病秧子，婆婆老的走不动道，谁还能护她？鸡不是我偷的。你怎么？不承认也行，不如给我做妾，管你吃饱穿暖。接着说，我听着。你说我偷你家鸡，那鸡什么颜色？白的。白鸡掉黑毛，你家鸡会变色？我昨儿看见王婆子儿子杀鸡来着。给我闭嘴！你收了他什么好处？自己杀了鸡，嫁祸给我，想讹一笔。堂儿，你真的没事吗？他们打你了吗？娘，咱们先回家再说。好家伙，病弱美强惨男主，我末世开局都没这么穷过。家里最后一点粮都给你换药了，元儿的药不能断，大夫说再拖下去到冬天就……娘，放心，过1个月咱家就会大变样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吹牛了？你说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跟娘说1个月让这个家变个样？我不是吹牛，我去后山挖野菜。娘，等我回来。灶台上有半碗药，先让阿渊喝了。这旱灾比想的严重，山里哪还有野菜啊？能量不足，请种植灵药补充。下一区域解锁条件：灵药田复苏度达50%。末世异能还在，就是弱的跟蜡烛火似的，得慢慢养，急不来。400斤大体，末世变异野猪比这大1圈，我都料到过。这是人吗？娘，没事了。以后见了野猪别跑，越跑越追，站着别动，它反而会停。少爷，这女人惹不得，她单手就能把您提起来。放屁！老子非得让她跪着求我不可。去，给我盯着她，一举一动都报给我。这么大的野猪，你一个人也吃不完，不如什么？不如分给村里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。拿东西换，3斤粮换1斤肉，鸡蛋3个换1斤，帮顾家打1日短工，包1顿肉菜，干满3天另给半斤肉带回家。你助野猪打劫吗？你又没花本钱。你也可以自己进山头就有，昨天我还看见3头。
沈姑娘，2个鸡蛋换半斤肉，行不？家里孩子病着，想给他补补。行，拿回去炖烂点，孩子好刻画。明儿来帮顾家修屋顶能换不？我瓦匠手艺还行。先拿回去，按劳分配，明天干完活再给1块。卧室内有3套，搁这儿一样好使。多吃点儿，挡参补气，野葱驱寒。你这身子骨光喝药不行，得长肉。你今天在山里待了多久？野葱长在南坡，党参喜阴长在北沟，来回至少要半个时辰。你说你是今早上去的山，从前那个沈棠不认识药材，拿不动200斤的石磨，也不会分肉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沈棠，但不是从前那个。从前的沈棠死了，被绑在树上泼冷水，没人管。那个沈棠已经没了。至于信不信，随你，反正饭照吃，觉照睡。哎，吃饭，汤都要凉了。渊儿，你多吃点唐儿专给你留的腿肉。不戳破也不追问，这男人可真有点意思。得了，互相试探阶段。反正我没打算跑，他也不像要赶我走。他站了多久？他看见了什么？拆房漏风，改天我修，夜里凉。你先回屋睡。可是他为什么不说呢？灵药田复苏度达50%，现代超市基础物资区解锁，检测到空间主人能量变动，绑定权限确认。盐，荒年一代盐能换1亩地，这空间是把现代超市搬过来了。12颗红薯种，末世我们为了1包土豆种子打过整整3天，现在这一柜子全是我的。老天爷，你是不是觉得末世亏待我了，搁这补偿呢？注意，懂了，等价交换，能量不足将限制取用。种药材换能量，用能量换物资，科学。这空间比末世还讲规矩。末世学的间距还记得，12颗，每颗隔3尺，成了就是12株，1株收10个就是120。你怎么又起来了？夜里凉，你咳嗽才好了半天。你在种什么？红薯。这个季节什么都种不活，地都旱裂了，种子下去就是喂虫子。试试看，万一活了呢？若真能种出来，我会替你保密，种地的事不让任何人知道。我一直在替你保密，从第1天起。从第1天起，这男人到底知道多少，又藏了多少？堂儿，你老实跟娘说，这些粮食，还有你给渊儿吃的那些药连镇上药铺都抓不到。娘，我不能告诉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，您就当我有门路。但您信我一件事，我不会害阿渊，也不会害这个家。我要是存坏心，第1天就跑了，何必去打野猪？你自己受了这么多，天天在外头跑，手上全是茧子，娘没用。末世我妈走的时候也这么瘦，头发也是这么白。别哭了，娘，等我缓过这阵子，天天在家陪您。咱家还欠着债呢，哭完了您得帮我数鸡蛋。骗人，你比我还忙，天天脚不沾地。那不骗了，我尽量早点回来吃饭。末世之后再也没为出苗掉过眼泪，但这几棵小苗，我去，眼睛进沙子了！这鬼地方的沙子真会挑时候。活了，真的活了！娘，小声点儿。娘，鼠种的事先别让外人知道，传出去会招祸。知道，娘知道。这年景，谁家有粮，谁就是靶子。
产量如何？若成了，一株能收10个10个，最少，好的话15个往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父亲当年贬谪路上，若沿途百姓有这个吃，他也许就不会死了，饿死的不是病死的。3两银子，跟我走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这姿色也就这个价。求求你，我爹说过不能卖身，我可以做工抵债。等等，他欠你多少？关你什么事儿？3两银子，你掏得起？你叫什么？林婉儿，识字，会刺绣，会算账。我爹以前开布庄的，账簿都是我管的。林记布庄，镇口那家关了门的。是，我爹就是林记的掌柜，被山匪害了，铺子也散了。葬你爹，剩下的跟我走。我家里缺个能算账的人。晦气，一个丫头片子值当吗？小娘子，背篓留下，不然连人也卖，2个一起能卖个好价钱。婉儿，闭上眼，数到10。睁眼。姑奶奶饶命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滚！下次再让我看见，绝不轻饶。恩人，你会武功？别叫恩人，叫嫂子就成。咱走吧，天快黑了。抓住藤根，往上扯，顺着根的方向，别用蛮力。嫂子，这么多，一颗种子长出10几个。空间种子加异能催生，搁古代就是超级红薯。别愣着，挖！今天要挖完3筐。嫂子，12株收了将近200颗，200颗，留一半做种，下月能种1亩，1亩保底1000斤，灾年1000斤，够多少人活命？我爹要是能吃到这个，他就不会饿得走不动路，被山匪追上。顾婶子，你家这烤的啥？香得我家娃直咽口水。红薯，山上挖的野薯，尝尝，小心烫。野薯种我可以分，帮顾家开荒3天，领1筐薯种，不要钱，3筐种能种1亩地，秋后收多少都是你自己的。我报名，明天就带锄头来。我家3口力能领3筐吗？还有一个条件，他们几个1颗种也不给。凭啥？都是村里人。凭薯种是我的，我的东西想给谁给谁。你娘诬赖我偷鸡的时候，你站出来说话了。你打不过他，他单手揍过野猪，一拳打死。看见没？他那薯种有多少？给我记清楚，一筐一筐的数。王少爷放心，欠杜甫那笔账拿薯种抵也行。那东西看着产量不少，一转手就是暴利。不只要薯种，他知道在这村子里究竟是谁说了算。唐儿，爹听说你得了批野薯种，全村都在传，说你那薯种产量高得很。所以呢？有东西不该先想着家里，你爹娘还饿着肚子呢。家里？哪个家？当然是沈家，你姓沈。沈家不是用3斤糙买把我卖了吗？卖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这话你自己说的，在村口当着全村人说的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爹好心来看你摆什么臭架子？不就是嫁了个病秧子？听说我嫁人后，你到处跟人说顾家迟早赶我出门，还说我克夫，嫁过去3个月就得守寡。莫是为了一口吃的能杀人？你们跟我演什么亲情戏？3斤糙米的情分早断了。从你用3斤糙米卖女儿那天起，咱俩没关系了。血缘是血，但情分是养的。你养过我吗？你这个！再说一句。藏好，别让他们看见。
等我有能力了，接你出来，你在这个家也没过过好日子。下次他们再来，我替你挡。走路都扶墙的人说要替我挡人，算了，不怼了。他认真的样子让人没法怼。是血药，毒不死人，但够让人拉半天的。沈姐姐，我昨晚起来撒尿，看见沈珠在你们家这边转悠，她蹲在井边好一会儿。瞧着吧，顾家今天肯定那口井可是他们家唯一的。王村长，下月药这种做法，按照大烟律是什么下场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沈腾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你家王有福私通我妹妹，往我井里投药，这是好好说的事。要么秉公处理，要么我绑他去县衙，连带着把你儿子也带上，你自己选。闭嘴！一个眼神就让他闭嘴了。王有才手里捏着沈珠什么把柄？有意思。你敢打村长儿子？说，谁让你投的毒？我数到3，1、2。我说是王有才，他指使我投的。他说事成之后给我打2袋粮，我是一时糊涂。他说不会死人的，只是拉肚子。王有才指使的，全村都可能喝到。上次是乌阳投机，王有才你到底干了多少坏事？沈姑娘，这事能不能私下谈？闹大了对谁都不好。你保他？那我就把你在村里克扣赈灾粮的账目一并报上去。克扣赈灾粮，怪不得前年我家只领到半袋，村里明明说好每户1袋。我说怎么年年发粮，年年不够吃，原来是被你吞了。你想怎样？赔顾家15两银子，他当着全村的面给我娘磕头赔罪，帮顾家翻地1个月。15两太多了，10两。那就报官。方知府前2天刚来视察，应该还没走远。等等，15两，行，磕头。去县衙找我表弟，把那女人的底细查清楚，从哪儿来的，跟谁有关系。书中利器还有那口枯井，我要知道他到底什么来头，查不出来就别回来。他去找人了，王家在县衙有人。我知道，让他们查。不怕。查完就知道，我沈棠什么来头都没有，就是拳头硬。拳头这东西查不出来也收不走。你拳头硬，我账本硬，他们查不出你的来头，也抹不掉我的账。沈姑娘，王德贵表弟在县衙当差，已经开始查你了。我亲眼看到他掉了户籍知道了，继续盯着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随时来报。辛苦你跑这一趟。这是王德贵克扣赈灾粮的账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记的？从5年前第一笔。你什么时候记的？这些年虽然下不了炕，耳朵没聋，谁来过顾家，拿走什么克扣多少，娘都跟我说了。我只是去年3月，王德贵快县里发的50担赈灾粮，报给村里只有30担。人证是老赵头，他当时帮谢清税属。5年，他躺在创记了5年账，每一笔都有日期有人证。他不是在等死，他是在等一个机会。若此事上达天听，王德贵村长之位不保，然顾家村不可无主，望知府大人则贤者任之。寄给谁？仁和堂宋仲景。他年轻时和知府方大人同窗，至今仍有书信往来。信到他手里，等于到了知府手里。宋大夫为人正直，不会截留。病秧子躺在坐床这些年，到底稳班多？这脑子比10个壮汉加起来都重。但这话不能跟他说上，说了他那张脸得意起来，一定很欠揍。昨天说好的15两银子呢？再准备，3日内一定送到。沈姑娘放心，我王德贵说话算话。王有才翻地的事儿，今天就开始。你拿着锄头去屋后，把顾家那半亩黄地翻了。沈姑娘，那个赈灾粮的事儿，
你那个账本。什么赈灾粮？就是你夫君信上写的那些账目。哦，那个，只要以后赈灾粮如数发放，就不会有人追究。过去的账可以翻篇。知道了。这男人刚才一定在窗后听完了全程，手里还拿着那本账，他是故意的，他在享受这一刻。出水了！老枯井出水了！求恩人收留，我们3天没吃上一口干的了，能让我们喝口水也行。留下来可以，但有规矩，以工换粮。愿意修路开荒的有饭吃有地种，顾家村不养闲人。想白吃白喝的有多远滚多远，现在就滚，别等我动手。凭什么听你的？老子今天就要进村喝水，你一个娘们儿还能拦我？试试看。查他底下的事儿，先等等。这女人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，不然哪来的井水，哪来的力气？我们听恩人的，愿意干活换粮。青壮年去东边荒地报道，老弱妇孺去村口棚里领水，排好队，不许抢。先按兵不动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等查清楚他的依仗再说，别急着动手。是，小的明白。这1亩地能产多少？保底1000斤，好的话1500斤往上。大人，这产量在风潮雨润的年景也算上等，何况如今大旱3年，沿路田地颗粒无收的人多的是。后年供半个县。若全县推广呢？但前提是有人教种植技术，不是发了种子就行。这账是谁记的？草民。你父亲可是顾清源？是，家父顾清源已故去多年。令尊当年是户部的能臣，一笔账算得满朝无人不服。他走那年，京城同僚凑钱给他立了块碑。虎父不犬子，令尊若泉下有知，看到你这些账册和策论，当瞑目了。你把顾家村书种的事写成折子，附上实测产量数据。另外，让宋金街来见我，带顾院的策论原作。顾清源的儿子在荒年写出赈灾策论，这事比他爹当年那笔账更值得报上去。朝廷欠顾家一个交代，这份策论就是最好的交代。几个晚上没睡了？没数，那就是好几天。你上次喝药是什么时候？我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想起父亲。他在户部也写过这样的策论，关于北京屯田的，写完了呈上去，然后就贬到南边，病死在路上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怕石沉大海，怕写了也没有用，怕又像父亲那样写了反而惹祸，更怕就算石沉大海也不能不写。他死路上还揣着没写完的策论。写就写，写一个时辰休息1刻钟，亥时必须登。我盯着你，你不熄灯我就进来吹。脑子是顾家村最值钱的东西，比那亩黍地还值钱。黍地我能再种。方知府找了几年才找到一个。行吧。这男人嘴上说行吧，心里肯定在想，这女人管得真宽，管就管，反正我不盯着，她能把自己熬成灯油。顾公子，你那策论成了，知府大人在全县推广，沿河3村都开始修渠了。以工代赈也批了，饥民以劳力换粮，不用再坐等施粥了。知府衙门贴了告示，各村都在抄。你的名字在告示上写着呢。嘴上恩，手上青筋都出来了，装，心里不知道激动成什么样。等会儿肯定偷偷去翻那本账本，从头到尾看一遍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做这些。父亲去世后，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躺在床上等死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连给父亲收尸都是娘一个人去的。可现在策论在县里贴了告示，水渠在修，饥民有饭吃，这些事是我做的，
所以我在想，等我不需要你照顾了，你还会留下来吗？先把这碗喝了再说，药凉了就没效了。这问题太难答了，先糊弄过去。反正药苦，他能喝半天。沈姑娘，听说贵村的薯种沿河几个村都传遍了，说一亩能收上千斤。想要？我们凑了些银子，就是不知价钱，怕你开价太高，我们凑不够。不要钱。各村出劳力帮顾家村开荒，秋后按出力比例分成收成。顾家村提供薯种和技术指导。就这么简单？不要钱还倒给种子？就这么简单，但有一个条件得签，白纸黑字，按规矩来。阿渊，出来写契书。老朽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这么公道又精明的契书，连违约赔偿都写得明明白白，这字也写得好。顾家后生，你爹教你写的字儿？是签字。要是他们收了红薯偷偷留，明年不跟我们合作了呢？契书管得住吗？契书里写了，但收成20%归顾家村作为技术指导费。若私自留种或将薯入转收第三方，边听边加的，还有把经过改良留种第二产量会降30%。你什么时候加的这条？你跟他们谈条件的时候。给我裁这匹蓝的，我闺女下一出嫁，要一身身价，一看之吻的呢，先给我量尺寸。不急。嫂子，今天的进账比我爹在世时最好的一天还多，3倍的流水。这才更始，你先把今天的账结清，明天开始做第二件事，做几身样衣挂出去，让调姐们样子定做，料子用中等偏上的，做工要精细。等隔壁那间空铺盘下来，左边卖布，右边做成衣，客人买了料子，可以直接去隔壁做衣服。嫂子，你怎么懂这么多？这些法子我从没在镇上见过，连我爹做了20年布庄都没这么搞过。现代商场促销套路搬到古代，直接降维打击，买赠满减样衣展示，我还没上会员制呢。沈姑娘，最近镇上闹瘟疫，死了不少人。老夫按你说的防疫法子在纪石村试了半个月，果然管用，新发病的少了70%。老朽想把防疫的法子写成告示贴遍全镇，怕你介意。贴不但要贴，光贴告示是不够的。若写成医书流传后世，你能青史留名。我要青史留名干什么？能多救一个是一个，名字挂不挂无所谓，法子管用就行。你在干嘛？帮宋大夫整理瘟疫病例记录，他把纪石村和周边3个村的病例都送来了。瘟疫还会再来，这次有经验了，下次就不会死那么多人。父亲的笔记里写过，大旱之后必有大疫，但没人记下怎么治。这些记录比什么医书都管用，每条都是人命换来的。这倒是让我想起末世手册有300多页，他从零开始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写。这男人要是生在现代，能进 CDC。奇怪，怎么了？是药不对还是？半年前老朽给令夫诊脉，五脏皆弱，能由尽之意之象。那时我给他开想的是近在看，气血虽仍不足，但已不是枯了。末世药材配方，几代人用命试出来的，真要解释来源，我能把自己聊进大牢。照这个方子再吃1个月，还有万不可让他累着，他心思太重，最容易伤神。我知道，他熬夜我盯着，不肯睡就吹灯。你抄那么多份干嘛？一份还不够？万一弄丢还有备用的。灶房那份给娘看，枕头那份我自己看，怀里这份出门带着。你上次说补脑的药膳方子，我就找不到了。你说了一遍，我没来得及记，后来再问你，你说忘了。来了，我就知道宋周瑾那句谦虚的过分要给我。这些方子从哪儿学的？这男人耳朵比什么都尖。沈姑娘，王有才镇上赌房欠了1大笔债，30两银子，正到处借钱呢，还打听有没有人想合伙做掉顾家那女人，开价10两银子。继续盯着，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尤其是他跟谁接头，说什么。王有才欠赌债的事可以利用，我写封匿名信给赌房老板，告诉他王有才名下那些地契是他爹王德贵的，不是他自己的。然后呢？赌房老板会去找王德贵讨债，30两不是小数目。赌房老板不是善茬，王德贵要么替儿子还钱，30两够他掏空大半家底，要么断绝关系，把王有福扫地出门。不管哪种，王有福都没工夫找我们麻烦了。这人写匿名信的姿势跟他写策略是一模一样，认真，太认真了，连干坏事都拿出做学问的态度。听说黑风寨已经抢了好几个村子了，匪首刘黑子手下100来号人。要不咱们也送点粮买平安？是啊，邻村都送了，咱们也别硬撑。送1次他下次还来，送2次觉得你是软柿子，别送3次，全村都得饿死。你今天送出去的粮，就是他明天养匪的粮。青少年分3队，轮班巡逻村口，老弱妇妯集中这道大院，由顾渊统一调度。
他脑子比你们加起来都好使。你带人去村道两侧备好滚木和石头，码在屋顶上。明白。所有粮食全部转移进地窖，地窖入口用石头堵死，上面盖土，1粒米都不留在明面上。谁要是怕了想跑，现在就走，走了就别回来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怎么不伤人又能把土匪吓走。杀人容易，但杀了一个后面还有一串。难。土匪不是野猪，不怕死，他们习惯了刀口舔血。那也未必，野猪不怕死是因为饿，是没饭吃，死了就死了，没饭吃是慢慢死。所以你想给他们饭吃？看他们配不配，愿意干活的有饭吃，想抢的那就打。那我帮你准备一份能让他们配的东西，一份让他们坐下来谈的东西。你就是刘黑子，叫你们当家的出来！我不跟女人说话。我就是。你们村男人死光了，让个娘们儿来送死？我是来谈判的，要打还是要谈？谈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你的人不许进村，但我可以提供粮食。什么条件？黑风寨旁边的山是荒地，你的人把那里开出来，开1亩地换100斤粮，种出来的东西归你们自己。老子是山匪，你让老子种地？山匪也是人，是人就得吃饭，抢一辈子不如种一辈子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就打，但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的人死一个少一个，我的人伤了还有替补。这里是我们的家，退无可退。你呢？你的寨子敢丢吗？你跟我打的时候，别的山头会不会抄你的老窝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去死！我不是妖怪，我只是个想过安稳日子的农妇。是你们非要来破坏我的安稳。我种我的地，你们抢你们的节。本来井水不犯河水。愿意留下来的，以工换粮，和村里人一样待遇，种地修路建房，管饭管住。想走的现在就走，趁我还有耐心，但下次再来就不是打晕了，下次打断腿，再下次报官。我留，反正寨子里也没粮了，回去也是饿死。那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她其实很简单，你不惹她，她懒得理你；你好好种地，她还给你发种子。你要是惹她，这就是下场。她单手揍野猪的时候也是这个力道。黑风寨全体共87人，全部归顺，愿听沈姑娘调遣。条件说清楚，全员编入护卫队，接受训练，守村规。寨子周边荒地全部开垦种红薯，收获3成归护卫队做军饷，统一管理；7成归耕种者自己，多劳多得，不种电的没份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不会反水？我们是山匪，不讲信用。因为跟着我有饭吃，还不用担心哪天被官府剿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会克扣你们的份力，也不会拿你们当炮灰。打架我冲第一个，分粮你们先拿。寨里兄弟们说，你比当官的都公道。他们说，在你手下干活不丢人。顾先生，我在寨里管过账，
想拜您为师学算账，读了10年书没考中，不想再考了，想学点真本事。底子不错，字也工整，以后每天下午过来，带纸笔。孙校长，你收徒弟了？他底子不错，就是欠练，账目记得不够细，但思路清楚。以后各村账目有人帮着看了，一个人看不过来，3个人就能覆盖3个片区。他开始培养团队了，不是一个人躺在床上记5年账的时候了。这病秧子的格局比我预想的大，他不仅在病，还在养人，养的还不止一个。老张，这村谁主事？你们村长是哪位乡绅？就是他，那个在地里拔草的。一个女娃娃，管着这么大的家业。女娃娃，她可是把野猪都撂倒过的主。这村里的砖瓦房、学堂、油坊，哪一样不是她带着大家伙干出来的？哎。沈姑娘，方知府调任京城了，升了户部侍郎。临走前，他向朝廷上了一道折子，专门提了纪氏村的红薯推广法和以工代制册，折子写了3000多字。一夜没睡。父亲当年的学生，他说太子旧案有了新线索。信上说什么？当年构陷父亲的证人翻供了，朝中有人想翻案，问我要不要入京。他说时机到了。你想去吗？不知道，父亲让我别再碰朝堂之事。他最后的家书就几个字：别为我伸冤，活着就好。可若不去，他就要永远背着那个污名，不是贪官不嘴臣，是被诬陷的好官。历史那么写，后人那么记。那就去，但有个条件，入京前把身体养到自己走到京城，别到时候让人抬着你去，丢我的脸。我沈堂的男人不能被人说是个走不了路的。还有，到了京城别逞能，遇到搞不定的事儿写信回来。纪氏村到京城快马5天。我虽然不在京城，帮你揍几个人还是可以的。京城的人也是人，挨了打也疼。你要留在村里，我不留下来，谁管属地？谁管你娘？谁管林婉儿的布庄？谁管护卫队那帮刚从良的山匪？你去做你的事，这个家我给你守着。等你在京城站稳了脚跟，要是那时候你还没变心，再来接我。我不会变心。那就证明给我看，从养好身体开始。试试合不合身，我让林婉儿赶的。京城冷，加了层薄棉。我会回来。废话，不回来我去京城揍你，你知道我做得出。好，我知道你从哪儿来。你在山上有秘密，你的力气不像天生的，你懂的东西防疫、种植、谈判，不像这个世界的人。给属地浇水的那口泉水我尝过，和村里其他井水不一样，清甜，喝下去嗓子不涩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很早，第一次看你从山上回来那天，但我没问，因为你不说，一定有不能说的理由。你在怕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等你准备好了再告诉我。我不想骗你，但我没法解释，解释了你也不会信。不用解释，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件事，等我回来。
渊儿，到了京城好好吃饭，那边冷，多穿件衣裳。娘给你缝的夹袄在包袱最底下。娘，够了，再塞包袱要炸了。你懂什么？路上要走半个月呢，京城的东西哪有家里的好吃？嫂子，你不去送送？送过了，可刚送到村口就停了。够了，他又不是不回来，送到十里长亭也得分开，何必多走那几步？不就去个京城吗？末世出任务比这远多了，一走就是3个月，我都没掉过眼泪。灶房进沙子了，一定是灶房进沙子了。明天让刘黑子来修灶台。此册未完，待吾归来续之。若无不归，烦请沈堂续之。他识字不全，但算账已颇精进。若有错漏，请宋大夫代核。说我识字不全，还让我续账本，你可真会用人。古渊，你最好给我活着回来，不回来我把你账枪烧给你，让你在底下也不闲着。你和你父亲当年一模一样，眉眼、站姿，连进门先看左边书架的习惯都一样。这些年苦了你，清源兄的案子我一直不敢碰，但朝中局势复杂，当年参与陷害的人仍在高位，有几个已经退了，但余党还在。贤侄，先别轻举妄动。你刚到京城，根基未稳，先站稳脚跟，再图翻案。你父亲当年就是太刚直，才遭了毒手。老夫不想看到你重蹈覆辙。吾儿若见此旨，为父已去矣，不要为我申冤。但若苍天有眼，自有水池石出之日。好好活着，照顾好你娘。父亲，恕孩儿不孝。这冤屈，我若不申，天地不公。陛下，有人呈灾民安置册，内附红薯推广法、以工代军细则、水渠分级规划，共3卷12篇。写此册者何人？顾清源之子顾渊，现居京城，以布衣之身上书。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当年顾清源的案子，朕有印象。父皇晚年提起过，说那是判得太急了。顾清源的案子重新查，大理寺、刑部督察院3司会诊。贤侄，翻案的事不要再查了，听老夫一句劝。京城的浑水比你想的深，当年那些人虽不在高位，余党仍在。你孤身入京，何必冒这个险？你父亲当年就是太刚直。周大人，您当年和我父亲同朝为官，可曾替他求过一句情？顾清源被诬陷，证据确凿，今恢复名誉，追赠尚书衔。其子顾渊赈灾有功，翻案有功，封摄政王，辅佐朝政。经查证，顾清源当年被诬陷，
证据确凿，今恢复名誉，追赠尚书衔。顾渊赈灾有功，翻案有功，封摄政王，辅佐朝政，钦此。王爷让带话，宅子买好了，挺大的，村口有棵槐树，和家里那棵很像，让您到了就能认出来。嫂子，王爷让你去京城，他说宅子大，槐树都长好了，这还不叫让你去？他又没说让我去。他说宅子买好了，都挺大的，长好了，和家里那棵很像，这不叫让你去，叫什么？让你给他点评宅子布局吗？堂儿，去吧，家里有我，娘替你看着宅子，你去京城看着他。路上累不累？还行，马车比牛车快多了。宅子呢？就在前面，拐过这条街就是。院子里有块空地，我让人没动，留着给你种红薯。朝阳的，土也翻了。你一个摄政王，在京城王府里留块地种红薯，传出去不嫌丢人？周侍郎是我同僚，为人坎坷，但他夫人嘴碎，在京中贵妇圈里出了名的爱挑刺。知道了，交给我，你去忙你的。听说王妃是村里来的，想必擅长农业了。京中女眷们平日赏花品茶，怕是和王妃的喜好不太一样。还行，会种地，会奏人，会算账。赏花品茶我不太会，但种花沤肥是专业。京中不比村里，夫人出门应酬还是入乡随俗为好。京城规矩多，慢慢学就是。周大人，去年旱灾，您庄子收成如何？减了30%，佃户跑了一半。靠的是不讲大旱，还收了5000一个规矩，讲的是实在法子。对了，你们今天喝的茶里的枸杞是我自己种的，养气补血。周夫人面色不太好，多喝点儿。你眼下的乌青遮粉都遮不住。摄政王妃亲自下地，成何体统？这哪像个王妃，倒像个佃户。笑吧，等你们腰粗了3圈的时候，看谁笑谁。王妃娘娘，我能不能来你这儿干活？我家老爷嫌我胖，半年没进我屋了。我试过节食、喝药、扎针都没用。每天来干1个时辰农活，饮食按我的食谱吃，不准节食，饿出来的瘦3天就反弹。王妃娘娘，我家老爷昨晚给我买了新衣裳，他问我是不是换了个人。这个狼啊，想法这么怪的呀？多出来！抢题班，你够了吧？王妃娘娘，那种田班还有名额吗？有，但你得从拔草开始，不许戴手套。你手上那些指甲得先剪了。行。流血了！周夫人，学种地，先学会放下身段。这对牌的，摄政王妃开的铺子，王妃还亲自开铺子。管他谁开的，你闻这味儿，我排了半个时辰了，还没轮到。王爷又来给王妃买点心了。他在不在？在后厨试新菜，红薯蜜饯，作废了3锅了。尝尝，甜不甜？这次糖减了半勺。太甜了。废话，我放了糖。你血糖低，多吃甜的。宋大夫说的，低血糖的人要补糖。好。那是摄政王，怎么跟个等媳妇下班的普通男人似的？你瞧他手里那块糕，吃的还挺香，嘴角都沾了渣。别杵这儿影响我做生意，你站这儿，人家不敢排队。
今天朝堂上有人提你的名字，弹劾折子里加了一笔，说你结交贵妇是结党营私。说我什么？说你结交贵妇是结党营私，农庄是据点，种田班是小朝廷。我今晚会处理，那些人不是冲你来的，是冲我来的。你是他们的突破口。顾渊任用私人，把持朝政，结党营私，桩桩件件，臣有实据。其沈堂以农庄结交命妇，网罗人心，图谋不轨。顾卿有何辩解？臣所任用之人，皆有实教可查。若陛下存疑，臣愿一一对质。请言官大人将实据当堂呈上。季氏村账目可有私吞？每一笔申支均有记录，可派户部核查。账本在户部存档已有半年，言官大人想必已经看过了。京城农庄可是以权谋私？农庄地契在臣妻名下，购地银奖来自季氏村合作社分红，账目已呈户部备案，地契编号户部有存，可随时调阅。臣还有最后一道弹劾：摄政王妃沈堂以农庄为名结交京中贵妇，实为结党营私。且当年季氏村收编山匪，有拥兵自重之嫌，匪首刘黑子至今仍统领护卫队。你说完了吗？既然你提到了，那就请满朝文武一起听听。这是季氏村护卫队章程、编制、经费来源、训练科目、指挥体系，每一条都在户部和兵部备案。堂儿，你难得主动来见哀家，说吧，什么事？你在哀家面前不用绕弯。10多年前，有个户部侍郎叫顾清源，他因为不肯在同僚的贪墨案签字，被人诬陷，贬谪到穷乡僻壤，连审判都没有，一纸文书就定了罪。3年后，他病死了，死在贬谪路上。临死前给儿子留了8个字：别为我伸冤，活着就好。他儿子从小过目不忘，却因为家道败落，躺在床上咳血，连笔都握不住。荒年里，他在油灯下写了一本策论，红薯怎么种，水渠怎么修，灾民怎么安置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那些快饿死的人。后来那本策论被知府看到了，又被先帝看到了。季氏村从一个等死的村子变成了今天的样子，那个连床都下不了的病秧子，现在是翻了他爹的案，没有动私刑，没有搞清算，走的是3司会审，每一步都和大烟绿。今天弹劾他的人，就是当年陷害他父亲的人的同党，连罪名都懒得换。传哀家懿旨，彻查弹劾顾渊之人，从言官往上查，查到谁为止，不用问我。你为何不为自己辩解？刚才那些话，你本可以在朝堂上说。臣妾不需要辩解，红薯种在地里，护卫队纲程写在纸上，农庄账目记在册里，这些东西不会说谎，谁都能去看。倒是弹劾我说父的人，娘娘不觉得他们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罪名吗？跟当年陷害顾清源的罪名一模一样，结党营私，任用私人，拥兵自重。当年用过的刀又拿出来了，他们以为换了持刀的人，就没人认得刀了。太后懿旨到。顾渊弹劾之词多为诬陷，着大理寺彻查弹劾者背后指使之人，凡查实诬陷者，与主使同罪。这就是啊！赵某下狱，弹劾言官全部革职，彻查赵党余孽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你爹当年也是这么以为的。我不需要赢，只需要你记住一件事：你全族的命是用他不追究换来的。我本来可以把你的案子办成满门抄斩，他说不必，他说祸不及子孙。对了，你孙子的学堂名额我让人保留了，他今年秋天可以继续入学。不是为你，是为他。他没参与你的事，不该替你背一辈子。
新政5条：其一，推广红薯种植，各县设农技站；其二，减免灾区3年赋税。臣还有一道折子，济世村合作社模式建议全国推广。此册非臣所创，乃臣妻沈棠3年实践所得，臣不敢略美。摄政王在折子里写自己不如老婆，他写了白纸黑字“臣妻沈棠”4个字在倒数第3行。此册非臣所创，乃臣妻沈棠3年实践所得，臣不敢略美。我就说嘛，王爷怎么可能不写沈姑娘的名字？沈姑娘，你上敌报了，摄政王当着满朝文武念了你的名字。多事，我种个地而已，要什么名字？在朝堂上念臣妻沈棠，这男人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低调？但折子写的还挺像回事。来，肉上来。陈乔啊，这批白心的做粉条，红鲜的蒸红薯糕，礼盒用红纸包，年关前赶出来。嫂子，王妃同款卖爆了，300件3天卖光，皇后娘娘都订了一套。皇后也要下地，说是要跟你学种红薯，先置办行头，在宫里试穿了半宿。不累吗？你今天在农庄蹲了一上午，下午又站到关门。末世管一个基地比这累多了，这算轻松的。这些我来喝，你把农庄那本看完就行。管基地的事，以后有空可以跟我讲讲，不着急，什么时候想讲都行。朝堂上又怎么了？流言说我揽权，说你结交贵妇是干政，这是匿名弹劾者，传得有鼻子有眼，连陛下都听到了。这是最后一波反扑，只剩油盐没10句。我主动向陛下提了，摄政王权力分给3位老臣共担，我只管灾民安置和冤案清理2项。你主动放权？不是放权，是聚焦，管得少才能管得好，新政关键抓好2条就行。而且这样流言不攻自破，说我揽权，我主动分权；说你干政，你从没进过朝堂。你这招以退为进，朝里有人能看出来吗？看出来也没用，我自请分权，不为之，不犯错，不落把柄，谁能说我什么？这人当年写匿名信就是这个路数，让别人无话可说。现在进步了，骨子里还是老套路。早就听说王妃事迹了，给本宫讲讲季氏村怎么从荒年活下来的。那时候米缸只剩1把陈米，我婆婆换了药给夫君续命，家里破的漏雨能看到天。后来上山打了野猪，3斤粮换1斤肉，第1天就换了30多斤粮。1头野猪，12颗种子，本宫在深宫里从没听过这些。你娶了个好妻子，当初朕以为你是谦词，现在才知道你写的太少了。若贵妇们有王妃一半见识，后宫也不会这么多是非。有些人一辈子只聊衣裳首饰，改日教教本宫种红薯可好？御花园芍药铺下面土挺肥的，没问题。芍药可以低栽，红薯不能跟花抢地方。你把皇后也拉进种田班了？不是我拉的，她自己要学。我还没推销，他先问了。季氏村模式推广到皇宫了，方知府知道了，得再写3000字奏折。针浆要密，线要拉紧，你学得快，手不笨。盐不能多，也不能少。这缸能吃到明年开春。渊儿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大夫说活不过弱冠，我不信。
多活一天是一天。堂儿在家一直受苦，他爹打他我挡不住，我这辈子最亏欠他。堂儿，娘以前对不住你。以前的事儿不说了，吃饭。红烧肉凉了不好吃。原主的记忆全是苦的，但这两个母亲，一个给了她生命，一个给了我第一份善意。这份情我替她还，也替自己还。林掌柜大喜，镇上李员外家的独子托我来提亲，李家有良田100亩，绸缎铺2间。条件呢？不用看了，拒了。临济布庄的东家是我，以后也是我。你也不问问对方长什么样，万一长得还行呢？不用问，说得出安心相夫教子6个字的，长得再好也不要。林掌柜，这个特意给你留的，市面上买不到，苏州来的新料子。多谢。赵货郎那匹绸缎至少攒了3个月的工钱，桃红色的。他还知道婉儿喜欢什么颜色。他去年就在攒钱了，每次去京城送货都绕路经过布铺，站一会儿才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赵货郎找我帮他写过一封信，给林婉儿的，帮他改了几个错别字。你是摄政王还是媒婆？兼而有之。一题3个，扩大红薯种植，统一收购价格，防止奸商压价。这不就是垄断吗？自由买卖，价高者得，天经地义。荒年里粮商把米价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垄断？一斗米卖到3两银子的时候，你说的自由买卖在哪里？我同意。去年我家5亩地被粮商压价压到一半都卖不出去，红薯堆在窖里烂了1成，统一定价好，种粮的不吃亏，谁来收都是一个价，童叟无欺。当会长比当王妃累，5个县的村长每人问3个问题，就是15个。你刚才怼那个乡绅的时候，我想起你在村口怼王婆子的样子，气场一模一样。别看了，走这边，绕后门走。今天不讲课本，讲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读书？为了当官，我爹说读书才能做官。读书不为功名，为的是不被别人骗，也不去骗别人。我父亲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4个字，我记了一辈子。朱渊告急2堂，况乱月况连续不必顾渊其父言4。讲得不错，顾先生，尤其那句看懂契书里有没有陷阱，你是不是在内涵我当年看不懂你写的契书？不是内涵，是明示。你当时连账字都不会写。在孩子面前给你留面子，回家再说。沈姑娘，当年你分我那筐薯种，现在我家1年收2000斤，我儿子娶上媳妇了，孙子也上学堂了。沈姑娘，当年你给的那半斤肉，我儿子病好了，现在在护卫队当兵，你不收我跟你急。但我收了，肉的事别再说了。你儿子在护卫队干得好，就是最好的谢礼。沈姑娘，护卫队现有300人，今年新开荒500亩，收编流民200余户，合作社覆盖7个村子，运输线已通到县城，每月押运粮车20趟，零损耗。晒黑了，嗓子也粗了。以前骑马都塌着腰，现在站得比谁都直。当年我在这里揍野猪的时候，可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样。那时候只想让家里人吃饱。我想到了。你吹牛，你那时候连床都下不了。我看到你单手举起石磨的时候就知道，这个女人能把天翻过来。如果这世上有人能让季氏村活过来，就是她。行了，少煽情。你当年问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个语气，你当时像审犯人。别做笔记了，跟我下地种3天红薯，比听10天课管用。愣着干什么？王妃都下地了，你们比王妃金贵。老朽当官30年，第一次下地干活。以前在衙门里批赈灾帖子，和在地里刨1天红薯比起来，那是2码事儿。折子上写颗粒无收4个字，我写了30年，到今天才知道这4个字下面是什么样的地，什么样的土。欲知民间疾苦，先沾2手泥吗？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那个老县令说的，但说的对。
仓库梁抓在东南角，护卫换班有13克，中间有一盏茶间隙。联合会议呢？正好一锅端。东南角放火，趁乱从前门进去。3个人，目标是联合会议。踩点的手上石刀老茧很厚，不是普通流匪，可能会用火。漏网之鱼，宰相余党的人上次朝堂清洗漏掉的赵家远房侄子，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按兵不动，让他们进会场。至于怎么让他们自己暴露，这种事儿得找专业人士。论设局，他比我强。我听见了，1个时辰我把方案写给你。会场座位、护卫布控、假消息释放，每条都写清楚。1个时辰够吗？够。当年写匿名信只用了半个时辰，现在需要多花点时间润化。顾家村靠勾结惯本骗子，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天火！别费劲了，所有出入口都封了，窗户、后门、天井全封了。谁派你来的？各位看到了，有人不想让合作社开下去，因为统一定价断了他们7行霸市的财路。怪不得去年粮价忽然跌了，是合作社的功劳。抓住的好，查清楚是谁。你们3个有人想招吗？先开口的从轻发落。是京城赵大人派我们来的，他说烧了粮仓就能让你们信用破产，他说会保我们出来。压下去，供词一字不漏记下来，3份供词分别录，对不上的再问。赵大人，就是上次狱里那个的远房侄子。快马送京，直呈陛下。路上换马不换人。沈姑娘，姓赵的被抓了，各州都在清查余党，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一个事，当年在末世，我们基地最大的敌人不是丧尸，是其他基地的人，粮食不够，水源不够，谁也不信谁。后来基地打散了，活下来的人拆了围墙，互通有油，新基地比原来强10倍。打散了余党，合作社和护卫队配合更默契了，各村反而更团结。得练兵机会被你看出来了，下次我要把设局经过写成案例，发给各合作社当教材。先保人和。顾青，你从政以来最难的时刻是什么？不是朝堂弹劾，不是被人骂奸臣，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，明明让他一辈子握不住。后来，以前是为了父亲，替他分了一个人，他让我觉得活着还有事可以做。你们在说什么？谈朝政罢了。朝政需要笑得那么诡异？你笑的时候嘴角比平时高半寸，朝政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开心过？陛下讲了个笑话，关于户部的。还记得这个吗？这是你第一次说我的方案可行。当时我躺在炕上，连笔都快握不住了。写这本策论写了1个多月，听到那句话，忽然觉得也许还能再试试。那现在写一张新的批注，第一版字太丑了，重写。等等，还有一句话：此稿始于季氏村土坯坊，呈于京城摄政王府，稿纸已黄，初心未改。你以前写字手抖，现在不抖了。你煎的药比娘煎的苦，但管用。臣体弱多病，不宜久居高位，请辞摄政王一职。新政5条已入轨，冤案清理已近尾声，臣可以退了。王爷三思，朝中刚稳定，新政还在推行。王爷若此时辞去，各地合作社统筹一事无人主持。朕知道留不住你，但不许辞士大学协，摄政王府不收回，京城永远有你的位置。走吧，真舍得。这宅子住了3年，院子里的红薯地刚翻了土。舍得，官帽戴着比锄头沉多了。京城不是家，你在的地方才是。行，那回家种田。你那半亩红薯地我给你留着呢，一根藤都没让留黑子动。3年前我来的时候，觉得这城门高的能把人压扁，现在走了，倒觉得他也就那样。以后想来，再一起来，不赶路，慢慢走。那是摄政王，地报上那个怎么在挑水？哦，
那是顾先生，帮沈姑娘干活呢，不稀奇。昨天还看见他在灶房洗碗。当年你问我到底是谁，要是我当时说我是妖怪变的，你怎么办？那我也是，妖怪配妖怪，刚刚好。你没事吧？你该夸我一句，我进步了。你以前能把我捶下床，现在我只晃一下了。去年离开京城那晚，你睡着的时候，我说了梦话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别过来，我掩护你们。还有，谁踩我脚了？你来自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你在那里保护过很多人，最后你是为了保护别人才到这里的，对不对？不用回答，我只想说，谢谢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。谢什么谢？又不是我自己选的，我是被迫，是你家那3斤糙米把我买来的。那3斤糙米大概是顾家列祖列宗烧了几辈子高香才换来的，不然怎么偏偏买到了你？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？我可都是跟你学的。别动，歪了就不是新娘，是唱戏的了。婚礼开始。赵某为送一匹绸缎绕路30里，王爷你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？现在能养多了2省的人，这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你说，当年我要是不挣断那个麻绳，这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？你一定会挣断，你都会挣断麻绳，举起石磨，分内黄蜀种，推开京城那扇城门。你怎么比我自己还确定？因为我单手举起石磨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会犹豫太久。学以致用，知行合一。中午炖鸡汤，渊儿最近又瘦了点儿，加把红枣。堂儿说补气，再放点枸杞。他上次说枸杞明目。当初穿越来的时候，我以为老天在耍我，现在回头看，这玩笑开得还不错嘛。看什么？看风景。不行？行，我和你一起看一辈子都行。咱走吧，回去喝汤。娘说中午炖鸡汤加了红枣和枸杞，去晚了鸡腿就没了。